我们自己有个小公司，然后财务又比较简单的，每年 T2 的报税，我们是用什么工具呢？我是通过一些微信群里有人推荐，有一款叫做 Future Tax 的，就这一款 Future Tax T2 Corporation Tax， 它每年都会有不同的版本，今年应该是2025.2这个版本。我点这个 download， 它这边有不同的版本，你就可以下载。我是下载到2025.2这个版本，然后那这个是我去年的版本，这个是今年的版本 ，Future Tax T2 2025.2。因为我去年用过一次，然后去年的那个文件可以导入过来，从这里 import， 这去年的。import 完了，进到这边。然后报税之前呢，要准备一些U-file 的那种 T2 啊什么的，它价钱是要便宜一些，但是它对于这个报税人呢，它是要有一点点基础知识的要求，比如说你会看一点点那个，会自己做简单的 balance sheet 和 income statement， 然后还需要就是说自己比较清楚，你有一些那个折旧的那种 CCA。amortization 那种应该怎么算？待会儿我会慢慢讲到。就是这一款它的价钱呢，就是我们可以从 Future Tax 的网站上找到这个 Purchase 这个键，然后 Purchase Future Tax T2 License Key， 在这边，这是2025年这个报税年度用的。然后我们点这个 Purchase， 这边它会有价钱在这儿，就是说。你要看你给几个公司报，一个公司、2个公司，这样价钱不一样，这样你可以买。Schedule 125其实就是 income statement， 公司的 income statement。像我们这样就是自己没有什么太多基础的话，建议第一年报税吧，花点钱找个专业会计，他帮你报好了之后呢，报完之后。你让他把所有的文件都，他报税的文件都交给你，比如这里 income statement schedule 125，还有 schedule 100是 balance sheet。我们没有会计背景的，应该是不会做这些东西，所以说最好有个模板。第一年找专业人员帮你做了，然后你就有个模板。还有一个就是 schedule 1，schedule 1就是如果你公司有什么要报损失的。就是这些填在 Schedule 1是今年可以用来报损失的。Schedule 4呢是一个损失的池子，就比如说你有往年的一些损失，比如说往年的损失你往年没有用完，你可以把那个额度留在将来，这就是那个将来的亏损池子，你放在Schedule 4这边。以后就是将来的年份，你赚的钱，你可以用这个亏损来抵押，降低你的收入。这个 S1 就是当年的 net income loss，S4 就是总的 corporate loss 的池子，为了将来抵扣你的收入。Schedule 8我认为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表格，这叫 Capital Cost Allowance， 其实是一些你公司的支出你是怎么折旧呢，来抵扣你公司的收入。因为我们这个小公司它是以前是做这个软件服务的，所以在这个折旧这边我们是报了3个种类。第一个 Schedule 8就是买的软件啊、计算机啊，这些是有形资产的折旧，14.1是无形资产的折旧类别。
无形资产就是说商誉啊，或者说你注册那个公司的费用啊，这都可以折扣。10.1这个折扣呢，是那个就车辆，比如说你需要你的车有一部分是用来跑自己的业务的，你可以抵减部分的那个油费。25，把公司的收入填在这边，然后 S1 就是要把公司的支出啊、一些亏损啊记录在案，今年能够抵税的。S4 就是你的亏损总池子，把这些亏损存起来，留着，如果今年用不完，可以留着以后用。Schedule 8就是把一些亏损通过每年能够允许你来折旧的百分比，它不允许你一年把所有的支出都给抵你的收入给抵消掉，它有一个百分比，所以 Schedule 8就是来算那个百分比，你能够抵扣多少亏损，来降低你的收入。然后 S50是 shareholder information， 就是你的公司有多少股东，把股东的情况记录在案。然后 S500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你们各个省不同的那个税率，安省 S500这个是安省的一个税率的表。下面我们就讲讲Schedule 8应该怎么填。我们现在看的是2024年的 Schedule 8。你看 Column 1这里有3个折旧类别， 8.0 是有形资产的折旧，比如说你公司买的家具、软件、电脑等等，你都可以在 8.0 这个类别里头做折旧。然后那个折旧的这个是多少的支出折旧，我们填了10126。然后14.1是无形资产的折旧，比如说你公司有商誉啊、注册费啊，你就可以填在14.1这一行做折旧。我们填的数目是162。14.1这个类别，还有个10.1是车辆的损耗油费，比如说你的商业活动，你有需要用到你的车的，用到油的，你就可以在这个做类别做那个折旧。这里我们填的是3365。那这几个数是怎么来的呢？那我们就要回到2023年报税时填的 Schedule 8，这是2023年报税填的 Schedule 8。你看 Column 24那几个数是不是挺熟悉的？10126、162、3365，就 Column 24那几个数，我们就可以把它抄回到2024年 Schedule 8的 Column 2，这样 Schedule 8就填好了，工具自动就帮你算。下面我们在 Excel 里准备做 Income Statement。2024年的 Income Statement 在这边，然后加多一个 column， 写上2025年。然后2025年公司是没有任何收入的，所以在 Revenue 这里所有的我都不需要填，然后在 Expense 这里呢，公司的支出是有一个每年12块钱的那个公司的注册费，每年都有一个 return 什么 filing 的12块钱，还有一个是 bank charge，bank charge 是公司的那个账号里面还有一点点钱，但是少于某个额度，它每个月都扣个20块钱的 monthly fee， 然后总共一年扣下来是228块钱。接着就是 amortization 这个怎么算呢？2024年 Schedule 8。2024年 Schedule 8是在这里，这是去年报完了税剩下的额度，剩下的这3项，我可以用来接着2025年来算折旧。8101、154和2355，我们回到2025年的 Schedule 8，8101、154、2355，照抄过来，然后 Schedule 8它会自动帮算。然后我们看到 Column 2355就是今年可以用来做折旧的额度，剩下的8275是可以留着以后用来折旧的。2355，那我们就把2355 Income Statement 这边负的2355，再来看，对，2355。
这个折旧就算完了 ，amortization 算完了。那我们算一下 total expense。total expense 我们就把这个公式抄过来，这边能算出 total expense 是2595。我们开始来算这个 income before taxes。income before taxes 这个公式呢，就是把这个 total gross profit 和 total expense 加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把2024年这里这个公式抄过来，这样它就给算好了。然后呢，这样 net income 或者 net loss 基本上就是第26直接抄下来 ，C26 直接抄下来。OK， 我们抄下来就是2595。那第29行 retained earning 就是说，以前剩下来的留存利润，那就应该是从2024年这里抄。2024年我们就写45336，是吧？就是这个数啊，45336，这是2024年留存利润，直接抄到2025年开年的时候，刚刚开年的时候这个留存利润。然后接着就可以算这两个28和29这两行给加起来就算出来了，你就把它公式抄过来，然后就算出来2025年的留存利润，这样我们就把 income statement 做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填这个 balance sheet， 2025年的 balance sheet。首先这个第8行这个 cash and deposit 怎么算呢？我们是有个公式，你看这边的公式36339，其实是2024年账户里的有多少钱 ，cash and deposit 有36339。然后呢，2025年一年没有任何收入，然后但是银行 charge 了228块钱的 bank charge， 还有12块钱的每年的那个公司的注册费，这两项都是在 income statement 能找得到。你看 bank charge 是228。然后那个公司的注册费是12块钱，所以是2024年的 cash and deposit 减去228和12块钱，就变成了36099，是这么算出来的。然后是第10行这个 machinery equipment furniture and fixture， 这些就是说当初是投了多少钱买公司的家具，还有各种软件机器PC laptop 这些东西，这些是不变的，因为投入了多少那就是多少。然后接着是11行这个 accumulate amortization， 就是总共已经折旧了多少。这个是你看10776，这个是去年就是加好几年前，2023年、2028年、29年、10年、11年、12年、23年，一直到24年，总共折旧了多少？那25年又折旧了多少年？我们可以从看得到25年我又折旧了2335，对吧？那这个应该怎么算呢？就应该是2024年的总折旧，可以列出这公式，上这边来算。2024年的总折旧应该是D11，对吧？加上应该是减2335，因为复数加复数嘛，对吧？那就变成了13101，这个我们就算出来了。从去年总共就前些年总共折旧了这么多，再加上今年折旧的2335，那一共就折旧了13101。然后这个 UCC at the end of the year 就是说2025年以后就折旧完了以后剩下的，这应该就是剩下的还剩多少折旧。我们这个是能从 Schedule 8里面能找到，就是还剩下到2005年年底还剩下2785这么多可以用，将来可以用作折旧的。这些总共加起来就是 total assets， 是通过第几行呢？你看哈，应该是 C8 cash and deposit， 然后再加 C9
taxes receivable， 如果交了一些退税，有退税的什么的，但是我们没有收入，没有退税，所以是没有零。然后还有个 C12， 这些是可以折旧的额度，加起来是整个公司的 assets。下面我们就来看那个股东的那个 liability 和那个 shareholder equity。这个 liability 是公司欠股东的钱，一直没还，所以是每年就直接抄过来，因为没还嘛，613一直放在里面。然后接着到 shareholder equity， 这是当初的原始股本，股东投到公司里的钱，这个也不变，一直就是1000块钱。这个 retained earning 就是从 income statement 这边算出来的。你看 retained earning 2025年 retained earning 有42761，我们把它抄过来42761。然后呢 total shareholder 呢就相当于是把C25和26加起来，就变成了这么多。然后这整个那个 total liability and shareholder 就相当于是把C18和 C27 C18 还有 C27加起来，或者说是 C18再加上 C25、26，因为25加26等于27，所以这三项加起来就这一项加这一项加这一项就得出这一项，或者说这一项加这一项得出这一项。你就看到 total liability and shareholder equity 是应该跟 total assets 应该是要一样的，这叫 balance sheet， 两个是一样的，达到平衡，那才叫 balance sheet。好了，我们准备好了这个 income statement 和 balance sheet， 2025年都准备好了。下面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软件，这个工具 Future Tax 这个工具来填这些表格，然后来报税。开始了我们的报税。首先我们看左边这边哈，这个有些什么表格我们需要填的呢？S125是 income statement 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直接从准备的 income statement Excel 这边那些数字填进去。然后呢 S141这个 Schedule 141，这是个是告诉税务局谁帮你填报的税，是你自己本人呢，还是你有专门的会计师帮你报的。S1 Schedule 100。S100 Schedule 100就是 balance sheet， 也是我们有限的 balance sheet， 我们到时候可以把这些数字抄进去。然后呢 T2 我们待会儿再讲。S1 Schedule 1就是说，如果你的公司有亏损，你一定要填这张表格。像我今年的情况就是公司没有任何收入，是有亏损的，报亏损。然后 S4 呢，就是说如果你 S1 算出来是有亏损的话，它自动会传到 S4 这边，你是需要有的。这条 S4 其实相当于一个蓄水池一样，把你往年的亏损有多少的亏损，你会蓄在这边 S4。如果你今年用不了，你可以比如说放到以后公司赚了钱，你可以从 S4 这边的亏损额度来抵扣你一些收入。S8 就是 Schedule 8，刚才之前我们是专门讲过这个表入是用来算折旧的。然后 S50就是那个公司的 shareholder 的情况，就是100%控股还是50%，有多少个 shareholder。然后100%呢，这个 Schedule 500呢，就讲你的公司是安省的公司吗？安省的公司你缴安省的小公司税率。然后再我们回到T2 就是那个报税的总表格。首先是第一页呢，他会问一些情况你就如实回答，这些就没什么可讲的了。然后呢，第一页就是一些公司的基本情况、运营年数。然后第二页就是说你填了哪几个 schedule， 填了哪几个表格，你要在上面打叉叉。你看schedule 50我们填了， schedule 1 schedule 4我们都填了， schedule 8我们也填了。好，然后我看看
就是这个 T2 这个表格呢，基本信息自己填，然后呢，有一些，比如说你有填那个 Schedule 125的时候，你算出来就是 income 是负的话，它会自动帮你导入到 T2 这边，我看看是不是哈？看不是自动导入到 T2 这边了吗？我看看，对，看看，哎，是的，它会自动导入了。它帮自动导入了，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填这个 Schedule 125。先看第一页，第一页是revenue non-farming， 我们这个是 non-farming revenue， 没有任何收入。non-farming cost of sale， 我们也没有 sale， 所以也没有 cost of sale。然后我们到第二页，第二页呢，我就看哈。这里头其实是说很多项目是你自己可以选哪一些项目你需要填的，像我那个2025年就比较简单呢，只有一些 bank charge 和一些那个公司的注册费，别的没有，所以我就选了这两项，就是 interest and bank charge。这个 field code， 这个 field code 你都可以从 CIA 这个网站上能查得出来，这个项目专门它对应有一个 field code， 这里也是你选到哪个，它工具就帮你其实填好了这个 field code。然后这个你看 bank charge， 我们是可以从 income statement 看得到的，直接就抄过来。你看 bank charge 228是吧？那我们就把228抄过来。然后这个12块钱就是那公司的注册费，12块钱对吧？每年的注册费都填好了。amortization of 这个 tangible assets， 这个是就是折旧到最后的总项目，就是2025年能用的，就8就可以抄过来的。Schedule 8 2335 2025年可以用2335再回到这边这个表格2335填进去。这些你填好了，这个蓝色的它基本上就是帮你算好了，这个是你不可以自个填的，蓝色这些都是它帮你填好的。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第3页看看 farming expenses， 我们这个是没有 farming， 我们没做什么 farming，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也这个也好像不需要我们填，对，我们这是填完了第2页，它第3页自动这些都帮我们填了，它自动都填了。下面我们再来讲这个 balance sheet schedule 100怎么填，也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 Excel 都做好了，所以这就相对比较简单了。这个工具 Future Tax 这里第1页 Assets 这里 Cash and Deposit 都是照抄 Cash and Deposit 是36099，那我们就填36099。不是这个，这个是对，这是2025年的36099，我们填好了。然后 furniture and fixture， 你看也是 furniture and fixture 是吧？这些是这个了，是21376，这都是不变的。去年和今年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折旧 accumulate 折旧也。accumulate 是吧？13101，这3个填好以后，这些它自动帮你算了，蓝色这些都自动算。这是2024年的，2024年是从2024年的表格就照抄过来。然后这边是 liability 也是 due to shareholder， 从这个 balance sheet 里面看 due to shareholder 613是吧？2025年。24年是一样的，我们主要关注2025年。然后接着看第2页 balance sheet， 然后它有个那个 shareholder 的 equity，shareholder equity 也是 shareholder equity， 对吧 ？shareholder equity 有个1000块钱，1000我们填到这边来1000，对吧？然后它就蓝色这些它是自动帮你算了。第3页没有什么可填的，都没有。balance sheet 填完了，我们就可以看看 schedule
one schedule one 看了这个工具 Future Text， 它已经帮我填好了，就是我填完了 schedule 8了以后 ，as a schedule one， 它是自动帮我填好了。你看它都自动帮我填好了，我就不需要填了。然后 schedule 4也是它帮我填好了，这些表格都是关联的，它可能都是从schedule 8呀，然后 income 那边还有 balance sheet， 你填完了它就自动这些都帮你填了。所以 schedule 1和 schedule 4， 你只要是 generate 这两个 form， 它都帮你填了。就 schedule 8我们说过了怎么填，然后 schedule 50就是 shareholder 的 ，schedule 500就是说安省的税，这些都是标准的了。你 create 了是 province。Ontario 那个 province 这些它就帮你填好了，所以基本上是现在就是用 Future Text 下面这些 schedule 都填完，下面我们来看看 T2 这个大表格。这个大表格呢，很多也是他帮我填了，我们就看看第一页就没有什么需要填的，第二页就是哪个 schedule 我都已经 mark 了。50 schedule 50 schedule 1 schedule 4 schedule A 这些主要的 schedule 我都已经 mark 了，然后这些是一些问题，这个也是它自动帮我填的 T2， 我填完了 income 和 balance sheet， 它这些都自动帮我填了 T2 这边也是自动帮我填了，这些都是蓝色的，都是它给填的，它填完了。关联完了，剩下的好像没有需要我填的了。就是没有什么可填的，我们就 verify 一下呗。看 verify 一下哦，在这里有一个说 the corporation has not provided complete certificate information and lie 到哪个地方？我看看啊。好的，我一点它就自动给我去到这个地方了。看看，再来一次。T2 page 9，OK， 那我们就 page 9 T2， 那我们就把这些该填的信息填一下。好，我们把该填信息填完了，再来一遍，看看 verify 能不能过。哎，好了，它过了，说 tax return verification is no error found。因为现在 net file 还没有开放，所以我们暂时先我看看，如果我往下走，它会怎么样？好，这是 verification 已经过了，那我们 save 一下。